人人都说我娶了顾佳音是一步登天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是他给初恋养的血牛。程继琛和我都是稀有的熊猫血，而我的作用就是在危急关头一次次输血给他。可我却一直痴心妄想着顾佳音会对我有一丝真心。直到那晚聚会，他满不在乎地跟朋友说，谢燕开不过是我养的一只血牛而已。他不知道我听见了这句话，也不知道我这头血牛得了血癌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当医生问出那句有没有亲友跟你一起来的时候，我已经隐约预料到了什么。这2个月以来，时不时就流起来止不住的鼻血，轻微擦伤就无法愈合的伤口，还有午夜梦回追心的疼痛。所以面对医生善意的提问，我只是轻轻摇了摇头，您说吧，我承受得住。果然如我所预料的一样，血癌晚期。医生说控制得好的话还有3个月，最多能坚持到夏天。他建议我尽快住院接受治疗。手机上忽然传来一个消息，发信人顾佳音，老地方，来输血。我盯着手机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只是轻轻摇了摇头，谢谢，不用了。恍惚地走出医院，我坐在医院外面的长椅上，看着来来去去的行人，忽然发现这世界上几十亿人中，竟没有一个人能在此时此刻成为我的依靠。我得了血癌，可我不知道我能告诉谁。父亲早亡，母亲现在还在病房里昏迷不醒。偌大的世界，我竟孑绝一人。其实还有一个人，可是如果我告诉他，像是有感应的，我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。我低头看见来电人的瞬间，眼眶就忍不住一酸。接起电话的时候，我的嗓音都在抖。佳音。顾佳音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冷冰冰，怎么不回消息？在哪儿？我顿了顿，强行压抑下翻滚的情绪。我在医院。那正好，阿琛赛车受伤了，你立刻过来给他输血。他甚至没有问我为什么在医院，也没有听出我声音的不对劲，一开口就是让我去给程继琛输血。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那声拒绝无法自持地脱口而出，佳音，我今天不舒服，没办法给他输血。不舒服。顾佳音的不悦扑面而来，紧接着他问出的话像是一颗子弹，无情地洞穿了我。死了吗？我惊愕地瞪大了眼睛，彻底被这句话定在了原地。顾佳音冷哼了一声，接着道，没死就立刻过来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谢燕开，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。嘟嘟嘟，电话里传来一阵忙音，我的手无力地垂下。天边惊雷滚过，酝酿了一天的瓢泼大雨终于落了下来。我仰着头，任凭雨滴砸在脸上，在这场大雨里放声痛哭。顾佳音，我早该知道你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心，可我偏偏心存希冀，偏偏不死心。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顾佳音，我不想给他输血。顾佳音，我得病了。顾佳音，我好害怕。当我湿淋淋地出现在程继琛的病房门口时，顾佳音正担心地握着他的手，轻而又轻地查看着他手臂上的伤口。程继琛笑着捏了捏他的脸，佳音，我没事，你总是喜欢小题大做。顾佳音埋怨地看了他一眼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熊猫血，做什么都需要小心再小心。我早说过不让你去赛车，你为什么非要去呢？你知不知道我得到消息的时候有多担心？程继琛还要说什么，一抬头看见了我，燕开来了。顾佳音顺着他的目光转过头看见了我，原本温和柔软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。谢燕开，
现在让你来一趟，这么费劲吗？如果阿琛真的有什么危险，你能负责吗？我浑身湿哒哒地站在门口，脸色在他的质问下显得愈发惨白。程继琛笑着打圆场：算了，燕开这不是来了吗？这几年燕开也算尽心，你别这么不给人留脸。呵，顾佳音冷笑了一声，要不是我给他钱，他母亲现在早没了，他尽心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倏地垂下眼眸，敛住一切情绪，半晌才低声道：对不起，我有点事耽搁了，可是我今天真的不舒服，我看程先生也没什么事，今天能不能不输血？光，我话还没说完，放在顾佳音身边的果盘直接飞了过来，狠狠砸在了我的额头上。我重重踉跄了一下，大脑一阵眩晕，扶着门框摔在了地上，猩红的血顺着眉尾流下来。我伸手按住额头上的伤口，无助地喘着粗气。尖锐的高跟鞋声音停在我身前，顾佳音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，声音如冬月最冷的冰：谢燕开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让你给阿琛输血是看得起你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拒绝我，跟我提条件，狗也配提条件吗？我抬起头，任猩红的血淌了满脸，哑着嗓子质问：就算是狗，就不能喘口气吗？顾佳音皱了皱眉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却终究没说出口。病房里顿时一片死寂。良久，程继琛先笑了：燕开还挺有脾气，看来是不太愿意给我输血，我当然不会勉强你。顾佳音闻言，嫌弃地朝我摆了摆手：滚，看你这张脸就烦，别让我看见你。我垂下头，在眼泪流出来之前狼狈地擦了擦脸，然后转身迅速出了病房。我怕再多待一秒，自己就会忍不住哭出声。医院楼梯间里，我用被雨水打湿的外套捂着额头，脸埋在膝盖里，无声地流着泪。谢燕开，即使再难过，也不要当着程继琛的面哭。已经这样了，不能连最后一丝尊严都没有。止不住的血渗透了外套，我咬着牙，扶着墙站起来，缓慢地往急诊走去。我不能死，起码现在不能死。我是失血昏倒之后被人送到急诊的，医生帮我包扎好了伤口，却联系不到我的亲属，只好让我在急诊暂时休息。在睁开眼时，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。我打开手机才发现里边有好几通顾佳音的未接来电，我没有回拨过去。走出医院打车回家，刚进门就听见坐在沙发上的顾佳音厉声问道：你昨天晚上去哪了？我身影一顿，抬头看向他，失血过多，在急诊室躺了一宿。顾佳音听完，脸色好看了些，语气也缓和了不少。昨天阿琛受伤，我太着急了，跟你说话语气不好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我沉默地低着头。顾佳音走过来，掀开我的刘海，看了看伤口上的纱布，神色有些不自在。伤口很深吗？医生怎么说？总是这样，明明都是他一手制造的伤口，现在却又来关心。我抬眼看着面前的顾佳音，心中的酸楚再也按捺不住。额头的伤口根本不重要，其实佳音。一个声音突兀地打断我的话，我转头正看见了从楼上走下来的程继琛，我未出口的话顿时咽了回去。程继琛走过来，很自然地揽住顾佳音的肩膀捏了捏：我就跟你说，等燕开回来好好跟人说话，别又发脾气，你可算听话一次。顾佳音没接他的话，依然看着我：谢燕开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看着程继琛放在顾佳音肩上的手，最终只是摇了摇头：没什么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这里不是我的家，顾佳音也不是我的妻子，
我的绝望和痛苦原本就与他无关。如果我早些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他和程继琛凌辱折磨。是我不识好歹，找不准自己的位置。今天的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教训，怨不得别人。疲惫地回到卧室，我简单洗了个澡，刚擦干身体，一股剧痛却突然毫无征兆地袭来，令人窒息的疼痛让我几乎维持不住平衡，猛地向一旁栽倒下去，冷汗浸透了浴袍，衣服和冰冷的地面贴在一起，我身上好不容易积攒的热度瞬间消失殆尽，真的太疼了。这种疼就好像有一把锋利的匕首沿着我的血管划开全身，让我皮开肉绽，痛不欲生。我用力深呼吸着，依然压抑不住的痛呼出声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在浴室门口停住。谢燕开，你怎么了？是顾佳音。我死命咬住自己的胳膊，才堪堪把痛苦的呻吟压下。我没事。我的声音太明显了，只要仔细想一想，一定会发现不对劲。可我依旧想多了。顾佳音并没有听出来，她应付了一声，接着说道：“阿琛还是觉得不太舒服，我陪他去医院一趟，安排他住院，你自己休息吧。”脚步声渐行渐远，我瘫软在冰凉的地面上，绝望地看着天花板惨白的灯。然后渐渐闭上了眼睛。就这样吧，我真的太累了。朦胧间，我似乎做了个梦，梦里是我第一次见到顾佳音的场景。那是3年前的一个午后，母亲意外受伤在抢救室里，我却交不起手术费，急得在走廊里抱着头压抑地哭。一双精致的高跟鞋站在我面前，她的声音那么好听：“你哭什么？缺钱吗？我可以给你。”我傻傻地抬起头，看向面前穿着精致套装的女孩，她那么美，简直像仙女一样。我抖着嘴唇颤声道：“我需要20万。”女孩点点头：“我给你50万，你跟我结婚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是本市著名财阀顾家的独生女，顾家只接受入赘。她的初恋男友程继琛不愿意，跟她分了手。程继琛是个赛车手，却偏偏又是个稀有的熊猫血，所以顾佳音选中了我，让我入赘到顾家，成为了程继琛的专用血牛。这3年来，只要程继琛受伤，我无论在做什么，都要第一时间跑去给他输血。这原本都是应当应分的。顾佳音给我的钱救了我母亲的命，我输点血自然不应该有怨言。如果我没有爱上他的话，可我偏偏对他一见钟情。在那个天塌了的午后，他天神下凡一般出现在我面前，只一眼我就彻底沦陷。第2天清晨，阳光照进浴室，冰冷的瓷砖逼迫我从梦境中醒来。我扶着墙站起来，艰难地回到了床上。刚躺好，就收到了程继琛的消息。那是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程继琛躺在病床上，顾佳音乖乖地缩在他怀里睡着，程继琛正低着头吻她，那样缠绵悱恻，亲密无间。我的胸口一阵剧痛，再也无法忍受程继琛如此露骨的挑衅，胡乱穿上衣服，撑着病体赶往医院。来到病房时，顾佳音正在为程继琛喝粥。程继琛看见我，歪着头笑了笑：“燕开怎么这么早来了？”我咬了咬牙：“你明知故问，我为时来你不知道吗？”顾佳音立刻沉下脸：“谢燕开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谁允许你用这种语气跟阿琛说话的？”我红着眼眶看向他：“你要不要问问程继琛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一出事你永远只会问都不问就埋怨我？”顾佳音闻言转过头看向程继琛，程继琛几乎没想到我这个懦弱性子的人会突然发难，一时有些语塞：“
我也不知道燕开为什么突然说这些话。我受了伤，躺在医院里，哪里还有力气做什么呢？程继琛最会表演无辜，他有着一双很好看的眼睛，只需看你一眼，你就会忍不住想心疼他，站在他那一边。顾佳音自然最吃他这一套，于是转头厌恶地朝我摆了摆手。行了，我知道你为了昨天的事心里不舒服，但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能这样无理取闹，像什么样子？谢燕开，做事别太难看。我放在身侧的手紧紧握成拳头，抬起头，却突然看见程继琛笑着看向我，用口型无声地说了2个字：废物。我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了，冲上去抓住程继琛的衣领，狠狠一拳朝他的脸砸了过去。程继琛显然没想到我会跟他动手，一时间竟然傻了，只会狼狈地抱着头闪躲。你疯了，快给我滚开！我仍不理会，一拳拳狠狠地砸过去。过往的屈辱历历在目，我输血时他若有似无的鄙夷目光，在我家肆无忌惮地跟顾佳音亲密互动，不止一次跟我提起他和顾佳音当年的甜蜜往事，甚至给我讲他们亲热的细节。对他来说，我是可以随意践踏的低等生物，可凭什么？顾佳音这么对我，是因为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。程继琛又有什么资格这么侮辱我？我的拳头越来越凶，顾佳音在一旁拉了2下都没拉住，突然咬着牙大喊了一声：谢燕开，你再不住手，我就跟你离婚！我的拳头在这一秒停下了。顾佳音扯开我的手，抡圆了一巴掌抽在了我的脸上，啪的一声脆响，我被打得一个踉跄，眼眶顿时一片酸涩。顾佳音眉毛倒竖地怒斥着：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到这来发癫？你是疯了还是傻了？你凭什么对阿琛动手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双手猛地扣住他的肩膀，嘶声咆哮：是他给我发了你们的亲密照，是他挑衅侮辱我在先，凭什么我不能回击？我也会疼，我也会难过，难道我的命就不是命吗？难道我就该死吗？顾佳音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顾佳音被我的咆哮吓得愣在了原地。这时一旁的程继琛脆弱地擦了擦流血的嘴角，无辜地反问道：谢燕开，我从来没有给你发过什么照片，你现在就可以查我的手机。你可能会用弄出一张合成照片来诬陷我，但是我是哪种人，佳音心里清楚得很。难道你就这么见不得佳音对我好吗？他说完，还把自己和我的聊天框打开，那里面果然一个消息都没有。顾佳音听完这话，再次看向我，那目光仿佛一柄剑将我射了个对穿。谢燕开，我原本以为你至少干净真诚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下作，用这种手段离间我和阿琛的关系。我疯狂摇着头，我没有说谎，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顾佳音烦躁地皱起眉：你到底发什么疯？为什么突然这么作天作地的？因为我要死了！我失控地大吼了一声，眼泪应声而下。我病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输不了血，我得血癌了。顾佳音，我泪流满面地看向他，希望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一丝一毫的难过。可顾佳音却看着我摇了摇头：你真是没救了，又是照片，又是血癌，还有什么借口？这种下三滥的借口你都说得出口，你真让我恶心！你给我滚，现在就滚！顾佳音说完，伸手用力推搡着我，突然一滴血落在了他的手背上。顾佳音的动作猛地顿住了，他颤抖着看向我止不住的鼻血，原本的冷静和嫌弃瞬间消失殆尽。随着第一滴血落在顾佳音手上，我的血源源不断地流到了身上，
手上、地板上，衣服被鲜血浸透，我头晕目眩的再倒下去，然后看着几乎吓疯了的顾佳音冲过来，跪在地上，把我抱在了怀里。他的声音不停地颤抖，几乎喊破了音：“医生，医生！”程继琛被他嘶吼咆哮的样子吓坏了，下意识想劝佳音：“你冷静点，或许没什么事，他可能……滚开！”顾佳音却疯了似的朝他怒骂：“快去叫医生，叫人来救他！”他急惶惶地抱住我，用手和衣服不停地擦着，试图给我止血，却根本无济于事。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止不住？不要再流血了！很快，医生赶到了，其中一个正是当时给我做诊断的医生。他认出我之后愣了一下，迅速问道：“他额头上的伤是哪里来的？近期是不是还受过剧烈情绪冲撞？你们是不是他的家属？不想让他活了吗？就算不治疗了，也不能这样折磨他。你们做家属的这么不负责，他连预期的3个月都挺不过去。”顾佳音顿时愣在了原地，他好像被下了咒，浑身都无法遏制地颤抖着，眼神死死盯着医生。“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3个月？为什么只有3个月？”医生手上给我做紧急止血，下意识问他：“你是他什么人？”“我是他妻子。”“妻子？”医生听完不悦地看着他：“你是他妻子，你怎么不知道？他得了血癌，已经是晚期了。”医生刚说完，顾佳音猛地站了起来，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，恶狠狠地盯着医生：“你胡说！他一向好好的，怎么会得血癌？你们这帮庸医不会看就都给我滚！”顾佳音粗鲁地推开了医生，他把我抱在怀里，都着手打电话，吩咐助理立刻安排私家医院。很快，我被他安排在了最好的私家医院，全国顶级的癌症专家全被他找来给我会诊。一夜之间，顾佳音仿佛憔悴了很多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无助地问医生：“之前是误诊，是不是？我老公不会是血癌的，他一直很健康。”顾总，医生叹着气打断了他：“您丈夫确实是罹患了血癌，即使不看诊断结果，单从症状上来看就已经很明显了。难道他之前没跟你说过身体不舒服吗？”顾佳音顿时愣住了。这半年来，因为程继琛比赛增多，每次只要他受伤，无论是否真的需要输血，他都会说自己失血不舒服。顾佳音就会把我叫到医院，让我给他输血。身体的痛楚折磨了我大半年，有好几次他叫我去输血，我都跟他说过我身体不舒服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不去？可是每次顾佳音都严词拒绝了我，甚至开口嘲讽：“你有什么资格不舒服？只要没死，就给我过来输血。”随着那几次抽血，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剧痛的症状也越来越多，直到最后一次我去医院检查，才终于确诊了血癌。顾佳音这才意识到，我说不舒服不是装的，我已经忍了又忍，终于忍不住了，才跟他开的口。可是他却从未相信过我，甚至逼着已经生病的我一次次抽血给根本就不需要的程继琛。他明明听到了的，只是他选择性无视了，无视了我痛苦，我的难过，我的绝望。在疾病面前，再多的钱都是枉然。所以即使顾佳音让我住进最好的医院，帮我请最好的医生，我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，像一株濒死的植物，一天天地衰败了下来。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我已经瘦得皮包骨。顾佳音用柔软的毛巾轻轻给我擦着胳膊，看着我胳膊上的留置针和青青紫紫的痕迹，眼眶通红。他的指尖轻轻抚过我的伤口，低声喃喃：“疼不疼？”我转过头，撤回手，沉默地背对着他。
心中一片寒凉。过去的3年里，我不止一次向他主动示好，无数次期待着他能给我回应。他心情好的时候给我一个笑脸，我能偷偷高兴好久。他随手丢给我的一个程继琛不要的领带夹，我能当成最珍贵的宝贝，捧在手心里看了又看。我这样卑微地喜欢着他，丢弃自己的尊严，陪着他出席宴会，听着他的那些合作伙伴和朋友对我品头论足，低声调笑。甚至有一次我离席去卫生间，回来之后听到他的朋友正在讨论我：佳音，你还真的不挑剔，这种普通货色也能拉到家里去，你还把他带出来跟我聚会，你该不会真的喜欢他吧？我的心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跳到了嗓子眼，可就在我紧张的几乎窒息的时候，顾佳音的声音悠悠响起：谢燕开不过是我养的一只血牛而已，如果不是为了阿琛，我看都不会看他一眼。那一刻，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自己心脏碎裂的声音。原来我在他心里不仅不是夫妻、恋人，甚至连朋友都不是。即使养一条狗也会产生感情的呀，可他对我却一丝一毫的感情都没有。从那一天起，我逼迫自己关闭心门。如果我注定无法收获爱，那么我要保住自己做人最起码的尊严。然而时至今日，他却捧着我的手，流着泪问我疼不疼。顾佳音，太迟了，我最疼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我内心最深的那道伤口是你亲手捅的，你忘了吗？我如此不理不睬的态度，却并没有引来顾佳音的不悦。明明之前对我拳打脚踢，打得我头破血流的人是他，现在却又突然180度大转弯，对我温柔体贴，呵护备至。他推掉了公司的一切工作，没日没夜地待在病房里陪着我，还要跟医生商议治疗方案。好想他真的很舍不得我死一样。这一天，我在病房里等来了一个好久不见的不速之客。程继琛进门看见我就先笑了：哟，燕开，我还以为这又是你为了勾引顾佳音搞的把戏，没想到竟然真的病了。我靠在床上，冷冷地看着他，没话说，你可以滚出去。程继琛不怒反笑，他悠哉地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，然后咂了咂舌，真是我见犹怜。怪不得这段时间顾佳音公司都不顾了，也要在这里陪你。谢燕开，是不是穷人都像你这么贱？为了换根骨头，能像狗似的摇尾乞怜，做出这么多下贱模样？我死死盯着他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程继琛伸手轻轻搭在了我的胳膊上，狞笑着：我想说，无论你多努力，死了之后，顾佳音还是我的女人。她一个二婚女，自然不需要我再入赘。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坐拥顾家资产，而你只不过是我成功路上的一块垫脚石。他说完，手上猛地用力，狠狠捏住了我胳膊上的留置针。我的脸顿时疼得一片惨白，针头扎进早就千疮百孔的皮肤里，难以愈合的伤口汩汩流出鲜血。可我却没有力气反抗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得意地对我施暴。一阵腥甜涌向喉咙，我眼前一黑，竟然哇的一声呕出一口血来。程继琛！一声尖利的怒喝从门口传来，我卡血的一幕正好被赶回来的顾佳音收进眼底。顾佳音几乎是飞奔着跑过来，伸手用力掐住了程继琛的脖子，他满眼血丝，像是来自地狱的魔鬼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这个王八蛋！我杀了你！程继琛没想到他会突然回来，慌乱之下竟然找不到借口。佳音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是他故意气我。
我一时没控制住才……没等他说完，顾佳音已经彻底没了耐心，伸手抄起床头柜上的陶瓷花瓶，狠狠朝他头上砸了下去。一声脆响，程继琛顿时被开了瓢，晕倒在地。而顾佳音竟像是没看到这一幕，反而快步向我走来。他伸手轻轻擦着我嘴角的血迹，眼泪簌簌落下。怎么会吐血呀？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他抖着手把我抱进怀里，神经质地重复着一句话：谢燕开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死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死。顾佳音。一片混乱中，我时隔好久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。顾佳音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，深深地看着我。燕开，我在。我看着这张在脑海中描摹了3年，日日夜夜悬在心间的脸，轻轻笑了。可是我不想活了。私人医院里最顶尖的医生齐齐出手，最后终于还是稳定住了我的病情。我躺在病床上，侧头看着窗外的景色。医生和顾佳音在我身边低声交谈着。顾总，原本按照预计，他至少还能维持到8月末，可是按照他现在的状况，我实在不敢保证。顾佳音的嘴唇因为焦急全部干裂出血，他慌乱地抓住医生的胳膊，不停地质疑询问：为什么？我们已经有最顶尖的团队，用最好的药了，为什么他的情况还是这么糟？长久的沉默后，医生叹了口气：顾总，最根本原因是病人他根本没有求生意志，他是真的不想活了。现在每分每秒对他来说都无比痛苦，或许咱们都不应该再固执坚持了。医生离开之后，顾佳音轻轻坐在了我的床边，他拿过一个苹果，低头沉默地削着苹果。从他出生起，就从来没有给谁削过苹果，这个苹果也被他削得坑坑洼洼，皮肉不平。突然，他的眼泪突兀地坠了下来，然后越来越多。他难以抑制地哭着，试图诉说迟来的真心。我从小生活优渥，只要我想要的东西，立刻就能得到，从来没人教过我珍惜是什么。所以这3年来，我懵懵懂懂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。我以为你不会难过，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。顾佳音伏在我的病床上，哭得支离破碎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谢燕开，我喜欢你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喜欢你。我用那些方式伤害你，就是想一再确认你是属于我的。一旦你表现出想要脱离我的控制，我就发疯似的生气，到头来却还是伤了你。对不起。我的耳边轰隆隆响着，闪过很多顾佳音曾经说过的话。她说：你算什么东西？现在她说：我知道错了。她说：我看见你这张脸就烦。现在她说：我以为你不会离开我。她说：死了吗？没死就立刻过来，别让我说第2遍。现在她说：不要死。谢燕开，我喜欢你。我看着面前痛苦绝望的顾佳音，忽然发现自己的心竟然像一口无悲无喜的枯井。如果人受伤的心也能复原就好了，如果曾经的伤害都可以忘掉就好了，如果现在做的一切能弥补之前的万一就好了。可是不能。无数个岁月里，他的冷眼嘲笑，对我的伤害侮辱，和在我人生最晦暗时刻的致命一击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低声问道：如果我没有得血癌，我还要给程继琛输多少次血？顾佳音骤然哽住，他答不出，因为他也知道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生病，这一切对我的伤害仍然会继续。我依然是他买来的赘婿，是他身边的一条狗，是他给程继琛养的血牛，仿佛这就是我的命运。
而拦住这场悲惨命运的是死亡。顾佳音，有一件事，我希望你能答应。顾佳音连连点头。你说，我一定答应你。我艰难地抬起手，从无名指上拿下戴了3年从不曾离身的结婚戒指。顾佳音，我们离婚吧。顾佳音瞳孔骤缩，手里的形状凄惨的苹果倏然落了地，献祭般滚进了尘埃里。我人生的最后一次签字，是在和顾佳音的离婚协议书上。光是拿起笔已经很艰难了，歪歪扭扭地签完字之后，我又咳出了一口血。我最后被推着去看了一眼我的母亲，这3年来攒的钱足够医院给她治疗了。最后一刻，我从医院回到了自己家，那是属于我的小家。父亲还在的时候，这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我不需要为了母亲的病低声下气的借钱，我也不是谁买来的赘婿，我只是我自己。顾佳音仍然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我也没有力气赶他走了。这一天，陈辉出生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阳光尚好，照在我身上，让人心里暖暖的，好像折磨了我这么多天的刺骨之痛忽然消失了。我从没感觉这么轻松过。我坐在窗边的轮椅上，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。顾佳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悄然半跪在了我身边。良久，他扶着我的手臂低声道：母亲那边我会照看，如果她醒了，我给她养老送终。这间房子我会找人定期清理，一直给她留着。单位那边我会去替你办理离职，还有你养的花，我会记得每天浇水。他的声音渐渐颤抖，眼尾红成一片，拼命咬着嘴唇，不发出一丝哭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仰起脸朝我笑了。燕开，我不想你这么疼，这么辛苦了，你去吧。我如释重负似的轻轻点了点头。我知道在这个瞬间，过去的情爱恩怨都已经一笔勾销，我不再爱顾佳音，也不再怨恨他。随着太阳终于升起，我的手终于缓缓地垂下。空旷的室内，一声长气消失在早高峰的车鸣里。世界依然如旧，社会仍在运转，不过是顾佳音失去了谢燕开而已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